我们今天来聊迪士尼，终于轮到这个庞然大物了。说它是地表最会做 IP 的公司，应该没人反对吧？那我自己作为消费者呢，一想到迪士尼，我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就是漫威。写稿之前忍不住重温了一遍复联4，哇，世界上一半的人没了，就这个开局，你说这玩意儿怎么编的呀？太牛逼了！我爱漫威，所以我无比尊敬迪士尼。但大家也发现了，最近2年这个迪士尼出的真人公主电影就简直是淋了个大盆，什么黑美人鱼、黑雪公主，对吧？你就很纳闷，我甚至可以接受黑皮肤的美人鱼，但白雪公主她不就是因为皮肤白所以才叫白雪吗？她不是因为长得漂亮所以才被后妈妒忌的吗？那你看迪士尼是怎么扯犊子的？她改设定就是因为这公主出生在一个下雪天，所以叫白雪。然后整部电影里头每一个角色，包括魔镜啊，说话前都得叠甲，没人敢上来就点评颜值，都得先感叹公主的善良。善良啊，朋友们，也就是心灵美。结果呢，反正白雪公主真人版这部电影，豆瓣评分3.6， IMDB 评分才2.1，是迪士尼真人公主系列电影的史上最低分，票房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也就是现在好莱坞一种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确，是吧？迪士尼也没能幸免。但我想说的是，迪士尼才是政治正确之鼻祖。这个公司从诞生之初就正确，到今天已经正确了整整100年了。正确就是这家公司从一间小小的动画工作室发展到今天成为全球娱乐霸主，成为顶级 IP 工厂的核心文化。迪士尼可以在质量上翻车，但绝对不能在价值观上翻车。当然啊，这么大一间公司，任何一个切面都可以拿来写本商业教科书，它的成功也是多方面的。我只能挑一个点来说，所以就打算来聊聊它的这个文化定位。从最早的原创 IP 米奇开始，迪士尼的角色和故事从来都是围绕乐观主义、个人成长、家庭至上、友善包容、邪不胜正这种永恒母题，从来没有偏离过普世价值观。我举个例子，狮子王看过吗？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是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嘛。哈姆雷特讲的是手足相残、伦理困境，还是个同归于尽的悲剧。但是要让迪士尼讲故事，他一定会给你洗掉所有复杂性。狮子王简单的善恶对立完成了主角成长，完了大团圆。那你说咱能跟哈姆雷特比艺术性吗？不，迪士尼追求的不是这个，人要的是击中全球市场的最大公约数。迪士尼电影被业界称为4象限电影，所谓4象限就是男女老少4大群体。这叫什么？这叫做家庭决策单元。迪士尼绝大多数内容瞄准的都是合家欢定位，极少出现血腥暴力，性暗示被严格控制，脏话更是绝对禁止。那你再回忆一下，你在迪士尼电影里面看到过有人抽烟吗？很少，几乎没有吧。因为公司是有明文的戒烟令的，自2007年起，这个规定适用于公司旗下所有厂牌、所有 PG-13及以下级别电影。所以说，迪士尼的正确还不是一般的正确，它是一种普世的、乌托邦式的、合家欢的正确。人类对于秩序、正义和爱天然就具有原始渴望，这是不分国界也不存在文化隔阂的。你做内容去打这个点，它肯定是没什么不对，但这条路必须要有顶尖的创意、强大的资本来走，因为走好了叫做普世，走得不好那就叫无聊，无聊死了。作为全球断层第一的娱乐巨头，迪士尼自然是最适合走这条路的品牌了，没有之一。它有基因、有钱、有创意资源，它就是世界选美大赛选出来那个地表最美的世界小姐。你问他有啥心愿，他能且只能告诉你，他希望世界和平。迪士尼是如此擅长打造文化中心的普世产品，而就是这么简单的文化逻辑，不曾有任何一家公司做到像迪士尼这样成功。大家好，我是专注做消费 VC 的八戒。这儿插一句啊，作为新人 UP 也没什么经验，这视频越做越长，不知道大家有耐心看吗？可以评论或弹幕告诉我一下。不过迪士尼这家公司要聊的确实有点多，人业务横跨电影、主题公园、流媒体、消费品等多元领域，是好莱坞唯一一家实现了从内容创作到终端体验完整闭环的公司，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年营收去年已经突破了900亿美元。像这种教科书本书，怎么着也得面面俱到的过一遍。视频会非常长，所以这次就分上下集啦。OK， 准备好下酒菜，让我们开始迪士尼正传。
迪士尼的创始人叫华特·迪士尼，这个人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标准传记模板。不过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爸伊莱亚斯。这个人很神奇，他这辈子干过非常多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务农、铁路工、木工、小提琴手、代课老师、酒店经理人、邮递员、建筑工。后来挣了点钱之后就开始创业，干过建筑承包商、农场主、报纸代理商，这期间还投资了芝加哥一间果冻公司。好家伙，这跨界跨的是一点不带重复啊！那你说他多才多艺吧，他干啥都不是很成功，所以迪士尼他们家其实是比较拮据的，而且全家人还得陪着老爸四处辗转漂泊。此为背景。华特出生于1901年，家里一共5个孩子，他是老四。他们家本来是住在芝加哥，在华特6岁的时候，这不老爸连续创业创造农场了吗？这个农场在密苏里州一个叫马瑟林的小镇，于是全家人就一起搬了过去。这儿马瑟林划重点啊，未来迪士尼乐园里头的美国小镇大街，它的设计原型就是这个马瑟林的主街。未来的华特迪士尼故乡博物馆也是建在这儿，而不是真正的故乡芝加哥。可想而知，华特在农场的4年生活有多幸福了。他本人说过，希望所有小孩都能拥有一个如同自己在马瑟林时期的那种童年。这种童年就是每天跟农场里的小动物们跑跑跳跳，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时候，华特身上的艺术天分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了，就是画画。显然他们这父母就不是什么擅长发现美的父母，典型的疲惫的大人，看到墙上涂鸦，第一反应绝对是我谢谢你。但华特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个邻居大叔，非常鼓励他搞创作，人还把自己家的马牵出来让他画，画完还用25美分买下来。这也是华特第一次把艺术作品卖成钱，25美分也不少了，以当时的购买力来说，够吃1个星期零食了。艺术的小火苗就这样被温柔地点亮了。1911年，伊莱亚斯又开始折腾新一轮创业了，这回是去堪萨斯城卖报纸。这时候家里头就只剩仨孩子了，因为大哥二哥实在受够老爸干啥不行，还特别爱管人，反正自己也长大了，就回老家芝加哥独立去了。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华特的幸福童年就结束了。老爸得当老板，老妈得顾家，妹妹又是个妹妹，所以10岁的华特和18岁的三哥自然就是免费的报童了。这个三哥罗伊也敲个重点啊，主角团的。这悲催的哥俩在堪萨斯6年间，每天要在凌晨4点半出门，挨家挨户的投递报纸。你见过凌晨4点半的堪萨斯吗？少年华特可是每天都见。这里的冬天非常冷，雪堆得比人都高。你说这种情况还能好好读书吗？所以华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好，连高中都没毕业，什么上名校、当医生、当律师这条路那是彻底没戏了。等到16岁的时候，华特再也无法忍受眼前的苟且。16岁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时候不正在打1战吗？1917年，美国刚刚参战，华特就想去入伍了，结果因为年龄太小被拒绝了。于是第2次他就谎报年龄，顺利加入了红十字会，被派往法国当一名救护车司机。结果他前脚刚到法国，后脚战争就结束了，可以说毫无体验感了。那么在无聊的军旅生涯里，他就又开始了随地大小画。看到车棚布上面的大兵了吗？这就是他画。到了18岁，华特从法国回来，他准备开始上班了。他上的第一个班是在一家艺术工作室当学徒。这工作室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儿认识了一哥们儿，和自己同岁，叫乌布伊沃克斯。我为啥要说3遍？乌布伊沃克斯。总之，班只上了几个月，华特就和这个乌布2个人一起创业了，开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好，接下来这一段堪称创业反面教材之典范。华特在早期创业史上一共衰过3次，这3种坑也是建议每一个试图创业的人在开始之前要想清楚的。第一个是销售，华特是创作者，这个乌布他也是个创作者，他俩的创业基本上就是把前东家的那套工作流程复制粘贴，以为一个有丝分裂就能自立门户了。但出来以后，俩人大眼瞪小眼，才发现原来订单不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其实是不少创作者都会踩的坑，比如会做咖啡就直接跑去开店的大有人在吧。所以这次创业就以尴尬收场了。那生活还得继续，华特和乌布只能再出去找工作。这次他们前后脚加入了堪萨斯城电影广告公司，又做起了打工人。而这间公司可以算是华特正式步入事业正轨的原点。公司的业务是制作电影院幕间广告的原始动画。就在这里，华特第一次接触到了动画技术。其实基本上就是快速翻页的原理啊，很简陋。但是华特非常着迷。你想，那才1920年代，手绘的卡通居然可以动起来，这绝对不亚于咱们第一次玩 VR 的感受啊！所以华特开始没白没黑的研究相关技术，下了班还在自家车库里头倒腾赛璐珞。等他差不多倒腾明白了，创业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1922年，华特拉来了一些投资，
搞了一家规模稍微大点的工作室，搭档还是好哥们儿乌布。那吃一堑长一智嘛，这回指定是有路子接单了。这回有创意、有技术、有市场需求，那你说稳了吗？不好意思，单子接完给公司直接干黄了。这是个啥单子啊？一个没听说过的地方企业下个订单说要做6集非院线发行动画片，预算1.1万，合约是先付$100预付款，没听错啊，就是100。等6部动画全部交付之后再付剩下的尾款，这不欺负老实人吗？更离谱的是，这家公司前脚下完单，后脚直接就倒闭了，合法倒闭，然后被纽约另外一间公司给合法收购了。于是乎，华特工作室前面做的那些作品就莫名其妙的归这家新公司所有了，且新公司还拒绝承担这笔债务。这是菜鸟创业的第二坑，财务和法务。商场是没有君子协定的，这回破产，华特确实是亏得渣儿都不剩了，惨到只能睡办公室，靠朋友接济来过日子。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全部家当买了张火车票，决定去好莱坞投奔三哥。就是那个当年在堪萨斯的寒风中一起派过报纸的三哥罗伊。罗伊当时在好莱坞一家银行工作，这不巧了吗？华特所不具备的财务意识，他哥罗伊可是专业的。于是乎，兄弟俩火速开展了第3次创业，这也就是迪士尼的前身。迪士尼兄弟工作室于1923年正式成立。由于刚才经历了一场破产，新公司是很穷的，注册资金只有几百美元。但华特手上有一部片子，这是前司倒闭前做的最后一部作品，叫《爱丽丝梦游仙境》。它是个真人女孩跟动画角色互动的简单故事，并且它其实是一部系列短片的第1集。总之呢，有个纽约的电影发行商答应了跟迪士尼继续合作这部爱丽丝喜剧的系列，每集1500。这个订单让新公司稳定了下来。但很快第3个坑就来了。1927年，迪士尼工作室推出了幸运兔奥斯华系列，有米奇那味儿了啊！奥斯华兔子可以说是迪士尼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创角色，当时非常非常的火，而他的创作者就是乌布。片子是签给环球影业的，环球当时就已经是拍大片的厂牌了，相当的财大气粗。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商场是没有君子协定的。等到华特第2年跑去纽约找环球准备续约的时候，才发现天塌了，被摆了一道。由于合同漏洞，奥斯华兔的版权竟然属于环球影业，所以现在情况就是环球说我们不想跟你合作了，华特说不行，这东西别的动画师做不了。环球说那你放心，你们家动画师我已经挖得差不多了。这不是商量，是通知。什么叫商战？这就叫商战。这件事儿对华特的打击不亚于前2次创业失败，一次次的交学费，一次次的长见识。这一回华特学到的是掌控角色版权和发行渠道的必要性，也就是今天 IP 版权的概念。从此以后，迪士尼对角色版权的控制变得极其严格，这种严格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你说迪士尼为啥叫版权狂魔啊？那不是因为童年阴影要用一生来治愈吗？回到故事，从环球出来，内心哇凉哇凉的华特坐上了纽约回洛杉矶的火车。作为传记的主角，自暴自弃是不可能的，那必须化悲愤为灵感。所以华特拿出纸笔，开始构思新角色，一只老鼠。没错，这只老鼠就是米奇。有一种说法说米奇其实是乌布创作的，乌布才是米老鼠之父。我其实倾向于认为啊，这就是一个共创。你画了草图，我改了五官，你又调了比例，我又设计了衣服，这种合作模式很常见。你没办法去武断的说非 A 即 B。但无论如何，乌布一定是重要的创作者之一。首部以米奇为主角的动画片《气船威力》是乌布创作的，后面几部动画也是。我只希望当我们谈论米奇，除了华特迪士尼，也会记得提到另外一位创作者的名字，他叫乌布伊沃克斯。1928年的《气船威力》是一部载入史册的动画电影，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同步配音的有声动画短片。当时很多电影都还是默片，有声电影才刚开始1年，而现在观众居然能听到动画角色在说话唱歌了，可想而知得多震撼。紧接着，米奇周边授权商品就在市场上出现了，玩具、文具、衣服，连华特自己都觉得活久见。还能这么玩是吧？等于说创作一个成功的角色，它不仅可以变成电影赚票房，还能变成商标授权给别人收租，那我不得可劲儿搞原创吗？所以米奇的诞生标志着迪士尼原创 IP 版图正式开始了。华特明白迪士尼的竞争力，一是创意，二是技术。既然已经开了有声动画这个头，那接下来的作品要一部比一部震撼，通通给我载入史册。1932年，迪士尼推出了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用的是刚刚才发明出来的3色技术胶片，而且还跟胶片公司签了独家使用协议，2年内只准迪士尼一家公司用它来拍彩色动画片。然而这只是道前菜。1934年，华特要整大活了，他要制作一部长达90分钟的动画片。当然现在我们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在30年代，只有真人电影才会拍这么长，动画片是不会超过10分钟的。大家普遍觉得谁会坐在电影院里看1个多小时的卡通啊？
行业也基本上就是一个等着看笑话的态度。但这部动画片最终做出来了，它就是《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讲真，你跟我说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太不可思议了。白雪公主是一部非常彪悍的作品，制作周期长达3年，预算从最初的25万美元一直飙升到148万美元，几乎耗尽了公司的所有资源。华特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傻乎乎的艺术家了，他已经搞明白了生意是怎么回事，也明白了迪士尼公司未来的路在哪里。他赌上一切去做这部电影，除了赚票房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迪士尼成为刷新行业天花板的存在。我迪士尼建立的竞争壁垒，别的公司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追得上的。他让所有人知道，迪士尼做的事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最疯狂的事。比如说，让动画里的2维世界变成3维世界，让人们可以亲自走到电影场景中去。到了上世纪50年代，迪士尼公司已经相当有钱了，在动画界已经是妥妥的行业头部，年营收可以达到600万美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2战中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个年轻的国家以空前高调的姿态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全球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强权。在美国本土，战后繁荣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庞大中产阶级群体，消费主义全面爆发。在这个背景下，华特琢磨的新点子瞄准的就是愿意花钱买享受的中产家庭，这就是迪士尼乐园的经济基础。传统的游乐园基本上就是一些独立的游戏项目的合集，这儿有个旋转木马，那儿有个超级秋千什么的。那华特的形式风格大家也有了解了，要干就干个颠覆行业的。那么迪士尼乐园的壁垒是什么呢？公司已经做出了众多经典动画 IP， 把它们移植到乐园中去，这个世界就可以充满故事性，让人仿佛置身于电影中的世界。一言以蔽之，普通游乐园有的我有，普通游乐园没有的我不但有，你其他人一时半会儿还有不起。这个生意理论十分可行，但构想是这么美好了，到执行层面却困难重重。首先当然就是钱了。刚说了，公司当时的年营收大概在600万美金左右，但建设迪士尼乐园的预算高达1700万美元，只能通过银行贷款融资。那银行可不是梦想家，一看这项目风险挺大，都不愿意贷款，就连公司自己的董事会都强烈反对。咱不是搞电影的吗？咋还一下子跨界跨到地产那儿去了呢？不妥，因为华特当时的构想实在是没有先例啊，光研发就得从零开始，投资人跟合作伙伴都无法理解华特嘴里那个不一样的乐园到底是怎么个不一样法。此处心疼罗伊1秒钟，我估计他打创业以来这个小心脏就没好过。这个不省心的弟弟花钱一次比一次狠，自己这个财务大总管把都得跟着梭哈。但华特是铁了心，为了凑钱，他甚至把自己私人房产和信用都拿去做抵押了。关键时刻，华特想到了电视，他找到了当时的一个新兴电视网 ABC， 签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协议，由 ABC 出资50万，再帮迪士尼担保贷款450万。交换条件是迪士尼乐园34%的股份和一档周更电视节目的播出权，这属于一箭双雕了。找电视台合作，相当于资金也有了，推广平台也有了。那么钱到位之后，就要开始搞地皮了。公司最终敲定的选址是洛杉矶东南方向的阿纳海姆市，这儿靠近洲际公路，且距离市区只有不到30分钟的车程。关键是地价相当划算，这160英亩地呢，原来是个橘子园。迪士尼非常鸡贼啊，他是用很多家空壳公司的名义去收的地，免得让人坐地起价。这一招他们后来搞佛罗里达乐园的时候又用了一次。乐园正式开工，华特成立一间专门负责游乐园工程的公司，叫 WED， 是华特自己全名的首字母缩写。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专门从事主题娱乐设计的公司，后来改名叫 Walt Disney Imagineering。 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是华特生造出来的一个词，是想象 imagination 加工程 engineering 的合成词，非常精准地描述了这种梦幻工程的核心理念。别的工程队大不了就是些敲敲打打的人员，这个 Imagineering 可就厉害了，它还有编剧，有心理学家，航空工程师，甚至还有前军事情报人员。这些人搁一块碰撞，你想想看，那么梦幻团队打造出来的不一样的乐园具体是什么样子呢？乐园的核心是美国小镇大街，这是一条仿造马瑟林小镇风格建造的商业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刻。首先，建筑用到了一种强制透视法的设计，简单来说就是一栋建筑不是1:1，而是下层比例大点，上层比例小点，视觉上看起来略微失真，当然有种说不出来的宏伟感和梦幻感。然后这条街上没有任何汽车、电线等现代元素，而是马车、煤气灯、老式爆米花车这种复古元素。
围绕美国大街是4个主题区域，冒险世界代表对未来世界的探索精神，边疆世界体现美国西部拓荒的勇气，幻想世界展现童话故事的魔法，明日世界寄托对未来科技的乐观期待。再然后就是服务，你走进这个乐园遇到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叫演职人员啊，其实就是 NPC。 这个概念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你逮住一个米奇问路，他绝对会以一种非常米奇非常浮夸的方式来帮助你。总之，踏入迪士尼乐园大门就是一场365度无死角的沉浸式体验。那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无比真实但又并不现实存在的世界，它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国，是不是就点题了？迪士尼给你构建的世界不但正确，而且是一种极致理想化的正确。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也用了超现实这个词来形容迪士尼乐园。这个世界看得见摸得着，但一门之隔就是梦幻的结界。1955年7月17日，加州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园。不过开业当天其实是比较灾难的，这种灾难主要还是因为来的人太多了。门票原本只发放了15000张，但实际进园人数有差不多小3万人，其中包括拿假票混进来的和翻墙翻进来的。食物和饮料在开园2个小时内就全部售罄。大夏天的，水源又出了问题，假山上瀑布也没了，甚至连饮用水都没有办法保障。更尴尬的是，沥青路面还没干透，穿高跟鞋的女士那是优雅不了一点。这大喜的日子，媒体上全是负面报道。不过这都是小问题，这些都是因为生意好才会出现的烦恼嘛。只要及时解决掉，接下来就是愉快的数钱了。结果，加州迪士尼乐园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接待了超过100万名游客，实现了盈利。到1957年，游客数量已经突破了400万，其中超过40%来自加州以外。看到这个成果，所有投资人和公司高层那是脸都笑烂了，不禁感叹：这个华特当真是有点东西啊！这160亩地当真还是太保守了呀！与此同时，曾经不看好这个项目的资本更是肠子都悔青了，纷纷表示：如果上天能够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男孩说3个字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作为迪士尼乐园的初代版本，加州乐园还没有实现华特的全部构想。首先就是住宿配套，华特很早就意识到，别人游客山长水远的来一趟，如果能够在园区附近过夜，那么第2天他就很有可能再接着玩，而且住宿也是一个盈利点啊，最好是抓在自己手上。迪士尼乐园的终极形态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孤零零的乐园，而应该是一个配套齐全甚至包罗万象的完整休闲娱乐生态，酒店啦、购物中心啦、高尔夫球场啦，总之就是一条龙包揽你的度假生活。加州乐园的成功让新项目的 BP 说服力拉满，所以华特在规划佛罗里达乐园时就大胆的把自己的终极构想都放了进去。有多大胆？即使是一路见证了汽船威力、白雪公主和加州迪士尼乐园是怎么诞生的罗伊，都又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华特构想了一个叫 Epcot 的未来城市，这可不是什么 cosplay 啊，而是一个具有自生态的真正的城镇，足以容纳2万居民生活其中。你想这得需要多大一块地呀？但公司现在不是硬气了吗？没问题，要多少买多少。于是迪士尼展开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秘密土地收购，如法炮制加州模式，用了几十家空壳公司分批买进了整整27443英亩土地。什么概念？约等于整个旧金山的面积。在商业史上就没有哪个娱乐公司说一下子买这么多地的，至今都没有。然后呢，迪士尼还让佛罗里达州通过了特别法案，得到了一些离谱的自治权，包括自定土地使用规划、自运用电力、水务和消防系统，甚至理论上建个核电站都可以。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2023年，因为政治争议被部分撤销。但在过去的50多年里，这种私人政府架构让迪士尼能够以最高效率的开发和运营这片土地。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1966年底，华特因肺癌去世，享年65岁。没有了灵魂人物，这种天文项目谁也不敢贸然推进。这未来城市到底要怎么实现，真的是没人知道。我觉得大家不妨试着带入华特本人畅想一下。我的想象力有限，感觉按迪士尼的尿性，这不就是楚门的世界吗？如此正确的迪士尼，这个社区里头应该不会有汽车旅馆这种东西吧。后来罗伊亲自接受了项目，他放弃了未来城市 Epcot 的企划，就只规规矩矩的把主题乐园和度假区给建好了。为了纪念已故的弟弟，这个乐园被命名为华特迪士尼世界。总体而言，迪士尼乐园在美国本土的扩张只是规模上的挑战，等到项目开始走向海外，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迪士尼的首个海外乐园建在了东京。经济腾飞期的日本真的就是个小美国呀。早在1958年，日本企业就已经开始与迪士尼接触了，准备引进乐园项目。1960年，京成电铁与三井不动产牵头成立了日本东方乐园公司，这是一个涉及填海造地、地产开发和大型休闲娱乐设施的公司。他们为迪士尼提供了一个很难拒绝的方案，就是自己来做这个全权运营方，
提供千叶县环市面积494英亩的填海土地，承担全部14亿美元的建设资金，一切都按照迪士尼的标准来搞。也就是说，迪士尼只需要提供设计、培训和品牌授权，不用承担任何投资和运营风险，就稳稳当当的赚那10%的门票抽成和其他特许费用就好了。这是非常诱人的条件啊，因为第一次出海，而且又是亚洲，这人生地不熟的，有个本土公司帮你把关，确实要踏实很多。而迪士尼也不可谓不谨慎啊，东京乐园项目一直到1974年，也就是14年以后才达成合作意向，1983年才正式落地。然而迪士尼很快就会后悔这个特许经营的决定了。啥情况？因为日本人的服务质量那绝对是优秀到一个丧心病狂的程度，老美都还有的学呢。OLC 在执行过程中不但完美复制了美国迪士尼的一切硬件设施，还锦上添花地融入了各种日式匠心，园区的清洁程度、员工的服务质量、设施的维护水平都全方位超越了美国原版。如果你是外国游客，在东京迪士尼掉东西了，乐园会拿国际快递给你寄到家，这还只是常规操作，最绝的是扫地。扫地，你说这玩意儿能扫出花来吗？美国人顶天了，也就只能想到扫的笑嘻了吧，是吧？但看人家东京迪士尼怎么扫啊，人扫着扫着，扫帚蘸水给你在地上画米奇，扫着扫着突然给你来段卓别林式喜剧，连搞卫生的都是戏啊。正是因为种种魔鬼细节，东京迪士尼年游客量长期保持在3000万人次以上，人均消费高出美国本土乐园30%，是全球最成功的迪士尼乐园之一。好，由于没赶上东京迪士尼的繁荣，公司吸取教训，在筹备欧洲乐园的时候，心说这回可不能让人占便宜啊，坚持自己持股49%。这还是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法国政府要求欧洲资本要占大头。我不想笑的，但实在是太好笑了，因为这欧洲迪士尼它不按套路出牌，在前期亏得特别惨。1992年，欧洲迪士尼乐园在巴黎郊外的马恩河谷盛大开幕，这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单一投资项目。你就说吧，这么大一欧洲，你开哪儿不好，非要开在法国？法国什么地儿啊？它是一个在文化品味上鄙视全世界的地方。法语全世界最优雅的语言，法餐全世界最优雅的饮食，别的都是垃圾。最关键的是什么呀？迪士尼乐园卖点是啥？是童话公主，是城堡，对吧？但第一，睡美人、灰姑娘这些都是欧洲童话，人家是欧洲公主，不接受你的美式诠释。第二，我法国正宗城堡还少吗？我用着买票去看你的山寨城堡？这可不是我过度解读，因为在欧洲迪士尼乐园开业当天，门口全是举牌抗议的知识分子。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也拒绝出席开幕仪式，这种激烈的反应在迪士尼的全球扩张史上都是空前的。这场抵制的结果就是，欧洲迪士尼运营首年游客数量还不到预期的一半，亏损高达9亿美金。面对危机，迪士尼不得不入乡随俗，进行了一个地区限定的不正确调整。原本禁酒的园区供应上了红酒，原本对女员工有要求淡妆而不能涂指甲油的规定，现在是尊重员工的时尚表达自由，爱咋咋画吧。反正各种大大小小的整改措施连续搞了好几年，依然没有止损。直到1994年，沙特王子出手了，投资了3.4亿美元救急，乐园名字也改成了巴黎迪士尼。没办法，人在屋檐下。1995年，乐园终于首次实现了季度盈利，但亏了这么久，账本上那是一片赤字。一直到2005年，总部重组债务，注销了欧洲迪士尼公司所欠的债务，才有所缓解。后来的20年里，迪士尼总部又进行了3轮注资，直至2017年，巴黎迪士尼成为了迪士尼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是集团在美国本土以外唯一完全独资的度假区。而今天，巴黎迪士尼已经成为欧洲访问量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年间的游客超过1500万人次。它不仅没有摧毁法国文化，反而成为了法国旅游业的重要支柱，每年为法国经济贡献超过60亿欧元。接下来就到中国了，香港迪士尼呢比较无奈，因为香港实在是寸土寸金。2005年刚开业的时候，面积才只有初代加州乐园的1/3那么大，现在也是全球最小的迪士尼乐园。但它的意义在于，这是迪士尼进入中国文化圈的第一次试水。咱们中国作为1000年文明古国，那文化审美也不是盖的，连鄙视全世界的法国也得抄咱们呢。你说迪士尼能不瑟瑟发抖吗？其实上海迪士尼的谈判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马拉松谈判持续了近20年，直到2009年才有了实质性进展。而这回的股权结构又非常有意思啦。在产权方面呢，上海申迪集团持股57%，迪士尼持43%，当个小股东。但在运营方面，又专门成立一间管理公司，迪士尼持股70%，也就是主导乐园的运营，上海申迪只占30%。这个结构什么意思呢？就干活干大头，挣钱挣小头呗。那么在投资规模方面，上海项目是迪士尼公司目前为止最大的海外单笔投资，光1期就达到了55亿美金。
度假区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占地约1000英亩，包括上海迪士尼乐园、2家主题酒店、迪士尼小镇购物娱乐区和星愿公园户外16线区，于2016年正式营业。上海迪士尼充分体现了本土化的精髓，这也是多亏了香港那边的试水啊，确定不会被骂东施效颦，迪士尼这才放心大胆的整活了。官方提出一口号，叫做原汁原味迪士尼，别具一格中国风，在全球最高的迪士尼城堡上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飞檐元素。园区内的12朋友园以中国12生肖为主题，米奇玩偶有中式服装的限定版本等等。最有意思的就是玲娜贝尔了，我当年还纳闷这粉色小狐狸是哪来的呀？没看过有动画片啊，咋突然这么火了？原来这是2021年公司专门为上海迪士尼量身定制的原创 IP， 没有任何故事基础，它完全就是基于社交媒体传播规律而设计的，结果非常成功。基于以上种种，上海迪士尼终于是让总部老怀安慰了，开业首年就实现了盈利。那总结一下，你会发现迪士尼这乐园项目还真是个个特殊。美国本土是100%持股的，东京0%啊，完全外包。巴黎本来是合资，但由于持续亏损，迪士尼是被迫无奈进行增资加债转股，最后又变成了独资。香港是和港府分别占股47%和53%，上海则是把运营单拎出来控股，也完全可以理解啊。毕竟这种大兴土木的巨大工程呢，要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法律、文化、市场、金融，不同的国家这些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复制粘贴那是不可能的。话说今年5月，迪士尼官宣了阿联酋乐园项目的正式启动，下一站中东了啊，阿拉丁世界要来了。那你猜这次又会是什么合作模式呢？答案是跟日本一模一样。阿布扎比国企 Mira 全额投资，迪士尼只出一个 Imaginary 搞前期设计，完了就靠品牌授权挣点钱了。我个人觉得这次还真就必须是这么个解法。你想啊，那可是沙漠，而且是穆斯林的地盘，你的公主要不要戴头巾啊？涉及到宗教问题是很难处理的，所以这些事情还是让别人自己去决定比较好。所以对迪士尼来说，最意难平的可能就是东京了吧。其实回过头来分析，日本交个作业超过美国原版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日本文化本身就对二次元内容充满好感，即使他们是美式二次元。其二则是社会层面的，日本作为战败国，对美国文化有着复杂的情感，这在众多商业领域都得到过印证。日本几乎就是整个亚洲对 Made in USA 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说个题外话，我最近2年一直在研究日本经济、消费领域的各行各业吧，也在考虑之后做一些相关的选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兴趣，可以评论让我知道一下。OK， 说了这么多，这下才刚把起家史和乐园这块聊完。对公司来说，1966年华特的离世绝对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公司战略方向上的一个大坎。虽然罗伊坚持完成了弟弟的佛罗里达项目，但等到1971年罗伊也去世后，迪士尼彻底失去了创始人的指引。为什么说华特是伟大的？因为路都铺到这份上了，接下来迪士尼居然还能差点把自己给作死。为了活命啊，甚至连正确这条祖训都快抛弃了。而最终帮助迪士尼实现真正复兴的，依旧是那些回归了华特风格的动画作品。书接上回，上集我们聊了迪士尼创始人华特和哥哥罗伊一路把公司从初创带向巅峰的过程。然而在他们分别于1966年、1971年相继撒手人寰之后，公司因为一下子失去主心骨，开始变得迷茫混乱。为了讨好市场，那是初心也不坚持了。但即便是这样，这帮人也差点把公司给玩砸了。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上世纪70年代，美国电影业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叫做新好莱坞运动。因为电影工业也比较成熟了，欧洲新浪潮的风也差不多吹到美国了，所以当时市场上的电影风格和类型都在不断创新，出现了很多高概念大片，什么星球大战、异形、大白鲨，观众看得很爽，口味也是愈发刁钻了。但对于行业来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这会导致制片公司的影响力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作者，也就是明星、名导们掌握核心话语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迪士尼出的那些略显幼稚的动画片就有点不够看了。这一时期我们要来认识2个人，一个是迪士尼家族唯一还在公司活跃的董事，他是罗伊的儿子，也就是华特的新侄子，就叫他小罗伊吧。这个人呢，有能力，但气性也大，动不动就气得辞职，但真遇到事儿呢，他又会跑回来力挽狂澜，是这么个人。另外一个叫罗恩·米勒，他还挺有意思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听上去跟迪士尼八竿子打不着吧，但他是华特的亲女婿，人拿的是爽文剧本哈，嫁入豪门，完了进公司，从底层一路干到了总裁兼 CEO。那么时间呢，就来到了1977年，
这时候公司不是正被快速变化的市场打得找不着北吗？一直做不出啥好片子，咱们这个小罗伊就觉得没眼看，辞职了。那这个时候的女婿罗恩呢，还在公司当制片人，看到星球大战特别成功，公司就决定也拍一部成人向的科幻片，这就是1979年的黑洞。这部电影投资高达2000万美金，是迪士尼初次尝试 PG 级电影，但票房并不理想，其他类似的成人向作品也大多以失败收场。由于拍啥不行，迪士尼的财务状况那是每况愈下。在这么个尴尬的节骨眼上，罗恩尴尬地上位了。他是1980年出任总裁，到1983年又兼任了 CEO， 而罗恩溥仪上任就摊上大事了。1980年代初，迪士尼的市值只有18亿美元左右，但是还记得我们上集说过吗？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可是买了一整个旧金山那么大面积一块地呢，就这个土地价值它都不止18亿。那这种价值错配的漏洞就被华尔街某些大聪明给发现了。1984年，金融家索尔斯坦伯格秀了个骚操作，这个事儿挺复杂的，我们给它简化一下。当时迪士尼的股价大概在50美金，他先是迅速通过流通股买入迪士尼大约12%的股份，然后放话出去，号称要以每股67.5美元的价格收购整间公司。那总不能真的把公司卖给他吧？迪士尼别无选择，只能加钱回购他手上的股票，最后是以每股70.83美元的价格，也就是拢共小3亿美金，才把这些股份给赎了回来。斯坦伯格净赚了6000万，而迪士尼则多扛了4个多亿的负债。这种骚操作有一个专门名词叫绿票讹诈，我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绿票讹诈的重点是讹诈，它不是真的要收购公司，就是奔着赎金去的，所以它需要几个触发条件。第一，你公司的股价被严重低估，我才有机会趁虚而入。第二，你的管理层防御能力弱，没什么靠谱的反收购政策。第三，你的现金流稳定，负债低，要不哪来钱付赎金呢，是吧？绿票讹诈并不罕见，比如就在迪士尼吃瘪的同一年，隔壁的华纳通讯公司也被默多克讹走了1个多亿。但不管怎么说，一旦发生这种事儿，管理层绝对是难辞其咎的。那么这件事就把小罗伊给惊动了，他立马回公司主持大局，把罗恩给开了。多说一句，这罗恩其实有倒霉的成分在，并不是全无能力，而他跟华特女儿那也是恩爱，后来俩人就去纳帕酿红酒去了，倒是过上了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至于公司这边，董事会雷厉风行地组建了新的管理层架构，来自派拉蒙影业的迈克尔·艾斯纳任 CEO， 他还从派拉蒙薅来了另一个人杰弗瑞·卡森伯格任影业集团主席，来自华纳兄弟的弗兰克·维尔斯任总裁兼 COO， 小罗伊本人担任副董事长。而这个神仙团队即将为迪士尼开启下一个黄金时代。新管理层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开发成人向内容。话说罗恩离职前曾成立了一个新的电影厂牌，叫做试金石，主要就是为了既要又要，把公司那些不太正确的成人向内容跟迪士尼主品牌做个区隔。于是新团队立马就把试金石给用上了，做的第一部电影叫美人鱼，注意不是动画片小美人鱼，而是个真人剧情片，由 Tom Hanks 主演。那这部电影就厉害了，它是迪士尼历史上第一部包含国体镜头的电影，虽说国体一闪而过吧，但这部电影冲到了当年的北美票房前10。自此试金石开始放飞自我，为迪士尼展开了一场回血之旅。1984年底，试金石推出了一部 R 级喜剧《荒唐暴发户》。从这部影片开始，迪士尼接下来发行的33部电影当中，有27部都实现了盈利。要知道，当时整个好莱坞大约有60%电影都是亏钱的，很多制片厂都在倒闭，而试金石却逆风翻盘，一口气把迪士尼带上了票房巅峰。可见神仙团队那确实是有点东西的。CEO 艾斯纳呢是个比较强硬的人，而强硬也是他身上的一个伏笔。1985年，迪士尼推出了一部动画《黑神锅传奇》，这部暗黑奇幻风的作品跟公司历史上任何一部动画都不一样，非常另类，制作预算高达4400万美金，但票房连一半的成本都没收回来。这次失败让艾斯纳直接就想把动画部门给整个砍掉，我一大谱。最后又全是靠小罗伊出手干预，才把这祖宗基业给保留了下来。那事实证明，动画，尤其是合家欢式的华特式的动画，才是迪士尼真正的立身之本。在经历了黑神锅传奇的惨败之后，公司一咬牙又拿出了4500万，拍摄了真人与动画结合的谁陷害了兔子罗杰。这回再不搞什么奇奇怪怪的风格了，就老是回归正确路线，并且一股脑把众多当家卡通 IP 全塞里头，什么米老鼠、唐老鸭，甚至还从隔壁华纳借来了兔八哥，凭借豪华 IP 卡司
斩获了全球2.2亿美元的票房，成为1988年的票房冠军。紧接着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小美人鱼》了。从这部电影开始，迪士尼动画迎来了第二黄金时代。我们知道的那几部经典，《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狮子王》全都出自这个时期。就这样，迪士尼不但活了，而且活回了正确的轨道，试金石也逐渐功成身退。迪士尼毫无疑问创造了20世纪末商业史上最炸裂的复兴奇迹。1984年，公司濒临分拆出售，年营收才16.5亿美元，而到了2000年就飙升到了250亿美元。好家伙，16年翻了15倍。那这个成绩肯定不仅仅包括影视板块的贡献，也有主题乐园和地产的贡献。这一时期被称作艾斯纳时代，是公司整个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个艾斯纳呀，不服不行，是个非常善于战略投资的商业奇才。他在掌舵期间还干了哪些事儿呢？扩建主题乐园，成立迪士尼连锁商店，买出版社，买唱片公司，买 ABC 电视网等等。还记得 ABC 是啥不？这就是华特本人当初要搞加州迪士尼乐园，为了凑钱找到的电视网合作方啊。当时还是个媒体萌新，到90年代被迪士尼收购的时候，人已经是美国电视网3大巨头之一了。艾斯纳一通操作猛如虎，极大地拓宽了迪士尼的产业版图。特别是这个 ABC 一进来，公司直接打通了内容制作到渠道分发的垂直产业链，从一间靠脑细胞驱动的内容开发商进化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帝国，并且超越时代华纳，成为全球娱乐业的一哥。那你说，就这么个 MVP， 公司不得给他供起来啊？不好意思，艾斯纳最后几乎是被董事会给赶走的。这从何说起呢？我们前面提过一嘴啊，说艾斯纳这个人啊，行事风格非常的强硬。这份强硬不仅对事，他还对人。1994年，总裁威尔斯因为一次直升机事故骤然离世，这么大个位置毫无预警的空了出来，就引发了一场迪士尼甄嬛传。还记得影视大总管卡森伯格吗？当初和艾斯纳一起从派拉蒙过来的，他就觉得自己该做总裁这个位置，结果艾斯纳不但不给升职，还反手把人给开了。总裁的位置他最后给了一个空降选手，这个人叫迈克尔·奥维兹，经纪人出身，是艾斯纳的朋友。这2次人事决策是非常灾难的。首先，卡森伯格离职之后要求兑现自己合约中的分红，这也是名正言顺的啊，6000万美金。但艾斯纳不给那就法庭见呗。结果卡森伯格就胜诉了，迪士尼连补带赔，最后掏了2.5个亿。然后呢，这卡森伯格出去以后就跑去跟斯皮尔伯格合作了。就用你迪士尼赔的钱，我拿去开新公司，这个公司名字就叫梦工厂。后来成为了迪士尼在动画领域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至于好朋友那头，居然也是个大坑。正所谓人以群分，刺儿头的朋友啊，他肯定也是个刺儿头。在干了1年多之后，他嫌迪士尼不给他放权，于是也不干了，顺便豪走了3800万美金和价值1亿美金的300万股期权。这起事件后来引发了长达10年的股东诉讼。如果仅仅只是这2件事呢，还不足以把艾斯纳拉下神坛。毕竟艾斯纳过去积累的成就是足以抵消他一定程度上的作死的。比如动画部门在千禧年之后又不太争气了，比如巴黎迪士尼乐园一直亏钱等等。但他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搞砸的事情就是得罪皮克斯。简单介绍一下皮克斯，他最早其实是卢卡斯影业旗下的一个动画特效部门，1986年独立出来，被乔布斯以1000万美金给收购了。没错，就是你知道那个乔布斯。那时候公司还嫩啊，只会制作动画而没有发行能力，所以他们是从一开始就找到了迪士尼合作，但签的是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皮克斯自己掏钱拍动画片，拍出来的片子迪士尼又要拿发行费，又要拿利润分成，且还拥有所有的续集与周边版权。不过众所周知，皮克斯出品必属精品，作品就是公司最大的底气。所以在接连推出了怪兽电力公司和海底总动员2部大爆款之后，乔布斯就觉得咱该重新谈谈条件了吧。人的要求也不过分啊，就是皮克斯以后要保留100%的新片版权，迪士尼干发行，收发行费得了。但艾斯纳表示想都别想，他还觉得话语权在他这儿呢。既然皮克斯要反，那我就自己来拍玩具总动员的续集，反正版权在我迪士尼这儿，合情合理又合法。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人身攻击。艾斯纳看不起皮克斯的电脑3D 动画，觉得自家手绘的2D 才有灵魂。乔布斯则高情商的回应，我们的片子当然比不上迪士尼的新引导了，你说多损呢？新引导票房1个多亿，连成本都没收回来，而皮克斯的海底总动员制作成本更低，但票房挣了9.4个亿。
所以当乔布斯表示打死都不跟艾斯纳合作了的时候，迪士尼终于慌了。2003年，小罗伊又被这些乌烟瘴气的事情气得辞职，但他辞职之后立马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发起了著名的拯救迪士尼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的目的就一个，让艾斯纳下台。2004年迪士尼股东大会上，43%的股东表示拒绝艾斯纳连任董事长，这是美国大公司史上空前的对现任 CEO 的否定比例。如此强烈的反对情绪迫使董事会当晚就紧急表态，解除了艾斯纳的董事长职务，但 CEO 可以干到合约结束。那你说关系都处到这份上了，还有干的必要吗？于是艾斯纳就主动卸任，结束了在迪士尼20年的执掌生涯。艾斯纳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迪士尼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章节的落幕。他在80年代拯救和振兴了迪士尼，却也在90年代末因为专权与决策失误而饱受诟病。我们很难以简单的对错来评价这个人。无论如何，这20年间，迪士尼的市值已经从18亿增长到了560亿，是要钱有钱，要号召力有号召力。那么下一位继任者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守业这么简单了。来到20世纪，迪士尼已经家大业大，还缺什么呢？在艾斯纳时代，迪士尼基本打通了一整条产业链，意思就是已经把一个完整的商业流水线给抓手里了。内容生产、内容分发、周边开发、多渠道变现，已经没有哪个环节需要依靠外包了。那么这是垂直方向的通，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轮到水平方向啦？对迪士尼来说，水平方向还大有空间。自家经典 IP 基本上都是些童话角色，主要面向儿童、女性和家庭市场，在青少年和成年男性市场存在明显空白。与此同时，娱乐产业的格局变得复杂起来，市场不断细分，竞争者越来越多。你想孵化新 IP， 那别人也在孵化，这孩子还没出生就得面临高考压力了，那怎么办呢？不怕，咱有钱。别的 IP 卷生卷死才能出人头地，而我迪士尼可以直接用买的方式来获得那些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成功 IP， 这对公司来说风险更可控，回报也更确定。基于这种情况，迪士尼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他们要通过精准收购来填补 IP 组合的空白，构建一个覆盖全年龄段、全媒体形式的 IP 生态系统。这个战略的执行者是2005年新上任的 CEO 罗伯特·艾格，他将在接下来的15年里主导迪士尼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扩张，并使迪士尼的市值翻了4倍，从500多亿美金增长到了2000多亿，一度还飙升到过3000多亿。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先来捋一捋迪士尼这些年都买了些啥好东西。这个艾格上任第一件最紧急的事儿，就是赶紧修复跟皮克斯的关系。乔帮主啊，您听我说，这老迈克尔他绝对不是个好东西，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呢？您皮克斯的作品就没一部不火的，皮克斯的 3D 动画技术我们还有的学呢，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乔布斯就觉得这哥们说话很中听，于是态度一软了下来。对迪士尼来说，仅仅恢复关系是不够的。艾格的话并不全是彩虹屁，因为迪士尼自90年代的狮子王过后，就一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动画长片，创意这块已经被皮克斯甩出8条街了，并且公司是真的不太会搞3维动画，这个技术当时就掌握在皮克斯手上。迪士尼已经不满足于回到发行商的角色了，而是想直接吃了皮克斯。这时候艾格展现出了高超的谈判技巧，他对皮克斯做出了2个承诺。第一，皮克斯工作室的架构基本保留，迪士尼绝对不干涉创作自由，片子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第二，皮克斯原来的总裁和创意总监直接走马上任迪士尼动画部门，并且态度不变，还是总裁，还是创意大总管。你就说吧，这到底是谁收购谁呀？其实对乔布斯来说，虽然狠话是放了，但要找个能媲美迪士尼的发行商，一时半会儿也还真不那么容易。况且以当前这个条件来说，皮克斯不但不会失去自我，还倒反天罡，可以用自己的艺术理念去影响迪士尼的动画创作，这真是过村无店的好归宿了呀。于是在2006年，迪士尼以74亿美金正式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乔布斯手上50.1%的皮克斯股份变成了7%的迪士尼股份，并进入了董事会。乔布斯本人成为了迪士尼最大的个人股东。艾格说到做到，在成为一家人之后，他的确给了皮克斯极大的自主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皮克斯陆续推出了《料理鼠王》、《飞屋环游记》、《头脑特工队》等一摞较好又较做的作品，并且在皮克斯方法论的加持下，迪士尼也开窍了。后来的《冰雪奇缘》、《疯狂动物城》等现象级影片，几乎就是近年来最登峰造极的动画作品了，无论在艺术性还是商业性上。作为非资深影迷，我非常感谢迪士尼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皮克斯。世界动画票房排名前10里头有7部都是他俩出的，
众所周知，现在榜首是我们的哪吒2，也就是说，在好莱坞动画领域，迪士尼是一骑绝尘的领先于所有公司。如果当初没有这场强强联合的收购，很难说迪士尼和皮克斯能够分别各自独立的达到这个高度。如果说收购皮克斯是为了挽救迪士尼的创意核心，那么收购漫威则是一次精准的市场补位。2009年，迪士尼宣布以约40亿美金的价格收购漫威娱乐，时机卡得很微妙，因为这是在漫威刚刚从破产保护中恢复，开始构建漫威宇宙概念的节骨眼上。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搞过什么电影宇宙， MCU 的第一部作品钢铁侠才刚刚出来，这个宇宙具体什么样还没人知道。来看一下漫威手上都有哪些 IP，除了蜘蛛侠、X 战警的真人电影版权已经被漫威授权给了别的电影公司之外，其他的超级英雄，什么美队、雷神、绿巨人、神奇四侠、刀锋战士、惊奇队长、黑寡妇、鹰眼、奇异博士、猩红女，说不完了。弹幕补充吧，这么多的 IP 从此全都归迪士尼所有了，你说40亿直播？漫威的到位意味着迪士尼内容版图从童话王国拓展到了超英世界，弥补了自己在青少年及男性市场的内容缺口。也就是说，一个少年无论他要做公主梦还是英雄梦，给你圆梦的都是同一个迪士尼。那么和皮克斯一样，漫威人家也是一个内容高手，几乎用不着迪士尼来指手画脚，所以在收购完成之后，迪士尼也是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支持，90%那么充分啊。至于为啥不是100%呢？因为公司需要做一些正确的微调。你比如说漫威自己拍的钢铁侠1，它是个 PG-13的电影啊，有些镜头就不是很那什么，抽烟了、开黄腔了，还有什么比较香艳的画面，这一类画面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在迪士尼漫威宇宙中了。对漫威来说，有了迪士尼的加持，就约等于钢铁侠有了方舟反应堆，超级英雄火速集结，复仇者联盟系列横空出世。算上第一部钢铁侠，漫威在15年内给我们投喂了整整32部 MCU 系列电影，全球总票房累计超过300亿美金，而复联4更是以近28亿美金的票房位列影史第2名。你猜猜第1名是谁？可以说，没有迪士尼的超能力，漫威宇宙不会进展得这么快。没有电视、流媒、主题乐园、消费品这些强大的业务网络，漫威 IP 的变现不会有这么成功。票房以外挣的钱还多着呢。咱就说，其他电影公司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搞宇宙，华纳、DC 宇宙综合水平略显逊色，环球、暗黑宇宙直接扑在了起跑线上。这些项目没能像 MCU 那么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品质量、商业模式等等。但有了同行的衬托，倒更反映出 MCU 的含金量了。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17年，36部电影、12部真人剧集、5部动画剧集、2部假日特辑，漫威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平行宇宙。紧接着就是卢卡斯影业，2012年，他被迪士尼以40.5亿美元收购。买卢卡斯那就主要是奔着星球大战这个 IP 去的。在美国本土，这可是个超级 IP， 但当时这个 IP 正经历着中年危机。卢卡斯影业是电影人乔治·卢卡斯创办的，他是新好莱坞运动时期4大导演之一，非常大牌。他一手打造了星球大战，但在和迪士尼谈判的时候，他本人已经快70岁了。星球大战 IP 也已经35岁了，都面临着后继无力的危机。那么迪士尼在收购公司之后，就迅速宣布了星战续作计划。不过这一次续作3部曲的商业表现并不惊艳，算是喜忧参半吧。但迪士尼的花样可还多着呢，除了正传续作，流媒平台上也在不断推出量大管饱的真人剧集。星战宇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相应的周边消费品、主题乐园等体验经济自然也是跟着疯狂捞金。虽说乍一看卢卡斯影业只有一个大 IP， 居然和漫威一个价，但根据迪士尼的报告，截至2024年，复联和星战分别创造了132亿美金和116亿美金的价值，均是3倍左右的投资回报率。而卢卡斯影业还不光只有星战和夺宝奇兵等 IP 资产，公司旗下还拥有工业光魔特效公司和天行者音效公司，这些都是打包一起买来的。那么对迪士尼来说，这属于技术储备，也是值回票价的。好的，接下来压轴的来了，这可是让好莱坞的地板都要抖3抖的世纪大并购。2019年，迪士尼以713亿美金的天价从默多克手中接走了21世纪福克斯的娱乐资产。他是先把一部分广播电视、新闻和体育等业务分拆出去，卖给迪士尼的资产包括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探照灯影业、福克斯电视集团，还有传媒集团、国家地理的控股、
印度电视台星空传媒的控股，以及流媒体葫芦30%的股份。自此，好莱坞6大巨头的格局直接变成了迪士尼和另外4个，可谓一统江湖。以防大家对713亿美金没什么概念啊，这笔钱可以请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喝2杯星巴克。其实本来谈好的收购价是500多亿，但因为还有另外一家巨头康卡斯特也在竞标，俩人你追我赶，就到了这么个天文数字。纵使财大气粗如迪士尼，也着实拼了老命了。而且倒霉催的是，刚刚咬着后槽牙完成了这么大笔收购，马上全球疫情又来了。本该回血的时候，这主题乐园、电影院、体育场那可是全面停摆，公司负债一度飙到了450亿美金，蛇吞象的代价似乎比账面的标价要来得更多。但我们不去讨论不可抗力带来的影响，因为迪士尼毕竟根基强大，这点风浪是完全可以扛过去的。公司看的是未来10年甚至几十年的资产效益。那么福克斯到底有啥好东西值得迪士尼这么拼命呢？是 IP 吗？福克斯的世界级大 IP 资产包括阿凡达、辛普森一家、异形、X 战警等等。是的，漫威的 X 战警终于回家吃饭了。我们前面还提到过影史票房冠军卖了关子，是的，它就是阿凡达。阿凡达第1，复联4第2，那么后来随了迪士尼姓的阿凡达2就成了这个榜单的第3名。此外，由于20世纪福克斯和旗下的探照灯影业可以放开了制作成熟题材，比如 R 级以上的电影，它在内容补全的层面就和当初的试金石一样，起到了一个既要又要的功能。但这些还不是最核心的动机，迪士尼这次收购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加入流媒体大战。说到流媒体，不得不提近年来内容界最大的黑马 Netflix。 这家公司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年轻，它在90年代就创立了，最早是做 DVD 租赁的，直到2007年才推出了流媒体平台。但它刚上线的时候只有1000部影片，好莱坞根本就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里程碑事件发生在2013年，这一年《纸牌屋》上线了，这是奈飞的原创美剧，也就是说这个干平台的人现在自己开始干内容了，而且出道即巅峰，制作水准堪比大荧幕。从这个现象级作品开始，奈飞开启了疯狂的原创内容模式，订阅用户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很快就成长为了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这个时候好莱坞已经感受到威胁了，但迪士尼看样子还蒙着圈呢，因为他还不断的把自己家的内容独家提供给奈飞，美资的收了租呢。随着奈飞用户数量的爆炸性增长，迪士尼终于发现不对劲了。到2018年，奈飞在全球已经拥有了超过 1.4 亿订阅用户，而他每年对原创内容的投入以100亿美金计。人家的自制电影《罗马》和第2年的《爱尔兰人》已经冲上奥斯卡了，等于说已经开始在好莱坞6大堂口的嘴里抢吃的了。也就是这一年，奈飞的市值首次超过了100年老店迪士尼，就是图上那个尖尖，你说这还能忍吗？那以上基本就是促使迪士尼着急麻慌的要布局流媒体板块，不惜重金收购21世纪福克斯的重要原因。在收购福克斯的同年，迪士尼还火急火燎推出了自己流媒体平台迪士尼家。还记得福克斯有个流媒体叫葫芦吗？通过公司并购，迪士尼拥有了葫芦30%的股份，但很快就增持至60%的控股。再加上 ABC 旗下有个体育媒体 ESPN， 迪士尼通过砸钱的方式一口气就出了3张牌，要让在座的所有玩家都感受一下什么是从天而降的涨法。结果自然是毫不意外的，2019年迪士尼家正式上线，24小时内订阅用户就突破了1000万。这个数量级，奈飞当初是花了2年才达到的。到2024年底，迪士尼家全球订阅用户已超过1.5亿，依然没有奈飞多了，不过也是全球第2多。括弧很多统计都把亚马逊 Prime 列为第2名，但我觉得 Prime 的电商属性加起来有点不讲武德，所以我们这里就只统计纯影视的平台。括弧完毕。这样回头来看21世纪福克斯的收购，我们也就很清楚它这里边的价值逻辑了啊。作为前好莱坞6巨头之一，福克斯的内容存量那也不是盖的，尤其是成人向的各种类型的片子，正确的不正确的啪一声全都冲进了迪士尼不咋涉猎到的象限。那你就说吧，别那些需要一个个谈授权的平台还怎么打呀？迪士尼就算一部外部作品都不引入，它也不缺内容。迪士尼、皮克斯、漫威、星球大战、国家地理等等，合家欢的就去迪士尼家，不合家欢和不太正确的就去葫芦，反正是无死角覆盖所有受众。不仅如此，自打有了亲生平台之后，公司立马开始向奈飞回收内容，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让迪士尼的片子从此在奈飞上绝迹。为了追着对手打，迪士尼在一段时间内也把流媒原创内容预算提高到了和奈飞一样的100亿量级。与此同时，订阅费还只有对面的一半。为了跑赢对手，迪士尼狠狠承受了前期的亏损。而说到这儿，如果你看过我上期讲的孩之宝那集，你就可以把这一段连起来了。
为什么孩之宝在2019年斥巨资收购影视公司，最后却惨败收场呢？原因之一就是流媒经济泡沫破裂。流媒平台主要依赖订阅费，可是用户数量增长一定会趋缓啊，内容成本却不会停止上升。俩巨头在一打架，泡沫加速破裂。迪士尼他们倒是有钱烧，那孩之宝烧不起啊，泡沫一破，中小玩家就成炮灰了。2022年左右，迪士尼和奈飞的市值都狠狠往下掉了一截，而这一年是两家平台竞争最白热化的一年。从这以后，大家就逐渐休养生息了，预算该精简精简，订阅费也是变着花样涨价等等。迪士尼家直到2024年的第3个季度才实现了首次运营盈利。在今天，娱乐产业的格局已是前所未有的复杂，而无论是传统的好莱坞模式，还是互联网的新媒体模式，这是整个行业都需要面对的大环境。而对迪士尼来说，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已经构建了完整的 IP 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分散风险的能力是绝对要优于同行的。还以奈飞为例，假如他拿了150亿美金去做内容投资，这笔钱几乎就是全部压注在了流媒体订阅的收入上，而迪士尼的150亿美金相对可就稳当多了。我可以先上个院线，就算票房不成功，还有流媒体，流媒体再不赚钱，还有主题乐园，主题乐园再不给力，还有周边消费品，还有游戏与数字衍生品等等，变现的路子不要太多。这种差异就决定了投资承受能力的根本不同。奈飞必须确保每一部原创内容都能够直接吸引或留住订阅用户，容错率极低，而迪士尼完全可以承受单个项目的失败，因为成功项目的收益会通过多个渠道来放大。然而，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优质 IP， 也不是只有迪士尼具备将 IP 进行商业变现的能力。但在过去的100年里，无数公司试图复制迪士尼的成功模式，却没有一家真正做到了。在 License Global 发布的2024年全球授权商排行榜中，迪士尼继续断层第一，其授权产品的全球零售额达到了惊人的600亿美金的量级。就是说，迪士尼全靠允许别人使用 IP 形象，每年就能稳定的获得几十亿的净收益，这几乎相当于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全部营收。那么，为什么迪士尼的 IP 奇迹无法复制？迪士尼模式的准入门槛和系统性壁垒到底在哪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从竞争对手们的结构性困境里面寻找端倪。既生产内容又运营主题乐园的有环球影业，环球也有很多经典 IP， 比如《侏罗纪世界》、《速度与激情》、小黄人等等，在票房号召力上是没在怕的。不过在主题公园方面，迪士尼那是300亿量级的营收规模，而环球公园2024年营收大约在86亿美金，且同比有所下降，显示出增长瓶颈。环球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完整的 IP 片生态，它的电影大多都是单片 IP 或不同系列之间的 IP 不太方便协同跟跨界，这意味着它的主题乐园更新换代会比较麻烦，可以总结为有 IP 无生态。既具备优质内容资产又持有流媒体平台的有华纳兄弟探索，华纳旗下拥有包括 DC 宇宙、哈利波特、乐一通这样的超级 IP， 还有 HBO 平台。有一说一， HBO 在流媒体平台里头也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近几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但华纳的根本问题是业务分割，它的内容制作、流媒体平台、电视网络几乎是各自为政的，它没有像迪士尼那样丝滑的商业流水线。公司虽然拥有大量优质 IP， 但在线下体验、消费品开发等领域几乎空白。就比如说，我还挺喜欢兔八哥的，但和米老鼠比起来，这个 IP 的周边和联名消费品就显得选择太少了。那么华纳的结构困局可以总结为有内容无协同。那奈飞前面已经聊了很多了，它商业模式最大的局限就在于缺乏线下体验的延伸空间。奈飞的所有内容几乎都局限在屏幕之内，就算偶尔试着搞消费品授权，那也是零散的尝试，缺乏系统性规划。另外还有一个引雷，就是奈飞的原创内容多则多矣，但绝大多数都是快餐式的内容，它会过气。公司需要不断孵化新内容以满足用户，但这种投入的边际回报率会一直递减。奈飞的困境叫做有用户无线下。最后是科技巨头，苹果、亚马逊，这种是真大佬吧？人家要是真砸起钱来，那迪士尼都是不够看的。但不用担心，两位大佬均志不在此。对苹果和亚马逊来说，流媒体业务更多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核心业务。再者，隔行如隔山，真让他们开发个影视 IP， 预算再充足，他们也不一定有那艺术细胞。所以这些科技和互联网巨头的局限是有资本无基因。而今天迪士尼在上述的每一个层面都已经基本布局完成，就好比那个雷达图啊，迪士尼追求的不是单点极限，而是我连起来面积大，我六边形战士。那么为什么是迪士尼？这个问题单从商业理论的角度来看，
答案非常简单，3个字就概括完了，因为公司大。因为公司大，所以有钱有资源有话语权，公司完全不会担心有什么业务是自己做不了，还不如担心反垄断法呢。但我不想这么笼统的就得出结论，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迪士尼在成为巨头之前，不也做出了顶级 IP 吗？即使就说当下那些比较接近的竞争对手，至少也可以拿出同样的预算，用差不多的方式去运作。但真正做到全球性的影响力，且生命周期还特别长的 IP， 屈指可数。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可能不够正确，或者说正确的极致程度比迪士尼还差点意思。OK， 花了2集时间捋完了迪士尼的前世今生，终于要来展开讲讲它的文化定位了。我反复提到迪士尼的正确，它其实包含了政治正确，也包含理想主义美学的一部分价值观。早在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之前，迪士尼的动画片里就出现过有色人种角色，你能说它不超前吗？它简直就是在整个好莱坞队伍前头扛大旗。1946年，公司曾经出过一部涉嫌种族刻板印象的电影《南方之歌》。那么像这种大逆不道的作品，早已经被迪士尼彻底雪藏。公司从未在北美发行过实体影碟，也没有让它上线迪士尼家。聊到这里，我想给你们推荐一部电影《死侍与金刚狼》。如果你没看过我的视频，你可能会觉得这部作品拍得很一般，但你看完视频再去看，绝对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梗。不是说迪士尼不让爆粗口吗？你放心，小贱贱系列属于 R 级的，这也是漫威宇宙第一部 R 级作品，确实改不了，别人的人设就这样。所以这部片子可以说是对正确路线的官方吐槽之集大成者，非常有意思。不扯远了，要充分感受迪士尼的 IP 哲学，《冰雪奇缘》是个最好的案例，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在2013年上映的动画片，但可能你不知道，这个项目竟然从华特时代就已经开始琢磨了。上世纪40年代那会儿，华特本人就很想把安徒生的童话《冰雪女王》改编成动画，但这个想法迟迟没有落地，就是因为在原版童话中，冰雪女王她是一个反派角色，这可不符合迪士尼的价值观。70年过去了，冰雪女王的想法至少被尝试重启过3次，但几乎都卡在了主角是反派的难题上，直到《冰雪奇缘》的方案出来。他是这样解决的：冰雪魔法不是诅咒，而是天赋。我们的主角不是反派，他只是迷失了自我，需要找到自我。这是一个关于亲情、成长和灵魂解放的自我救赎的故事。你看，从《冰雪奇缘》磨磨唧唧纠结70年的前史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迪士尼对正确的执念有多深了。来到2010年代，虽然故事已经基本成型，但迪士尼要考虑的细节也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整个系统的存在，迪士尼的内容创作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 IP 的全产业链开发潜力。角色设计不仅要服务于故事情节，还要适合制作玩具。场景设计不仅要营造视觉效果，还要适合在主题公园落地。音乐创作不仅要推动剧情发展，还要具备商业化传播的潜力。总之就是它要尽可能在多个商业维度去实现收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艺术符号上。2013年11月，《冰雪奇缘》在美国上映。这部制作成本1.5亿美金的动画电影，最终收获了12.8亿美元的全球票房，一度成为影史上最卖座的动画电影。直到这个记录被自家的《冰雪奇缘2》和《狮子王》打破。更夸张的主题曲《Let It Go》，那在小孩群体的渗透力简直堪比《爱你孤身走暗巷》，但范围是整个地球。Let It Go 单音乐原声带就卖出去了上千万张，还被翻译成42种语言版本，在各个国家传播。总有一版是你的母语。所以真正的商业奇迹是发生在荧幕之外的。音乐、百老汇音乐剧、电视、主题公园、授权商品、游戏、印刷品，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冰雪奇缘商业成功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冲击了其他玩具品牌，包括 Hello Kitty 和芭比娃娃。美国零售联合会做了10年的玩具购买意愿调研，10年来就没有人打败过芭比娃娃的，这还是第一次。但最夸张的是，冰雪奇缘居然影响了整个迪士尼的股价。2015年第一季度财报刚刚发布，迪士尼股价单日跳涨 7.6%， 收盘价达到了创纪录的101.28美金。一部动画电影能够如此直接地推动一家1000亿美金公司的股价，这在商业史上极为罕见。等到2019年《冰雪奇缘2》上映，故事是崭新的，但上述所有的商业奇迹全都再来了一遍。那么我们回头来设想一下，如果冰雪女王这个故事就按照原版来拍，甚至我把它改得更暗黑更深刻呢？也许我会创造一部艺术杰作，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创造如此规模的商业价值。所以这个极致正确的文化定位就很好理解了。
对于迪士尼来说，正因为自己推出一个 IP 的影响力注定会如此深远。在这个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和对立化的世界里，选择普世价值观无疑是最稳妥的道路。迪士尼非常小心，几乎不会涉及具体的政治议题或社会正义。就算正确的定义会随着时代发生微妙的变化，迪士尼也是微妙的跟进。比如女权主义 ，OK 没问题。公主不是被王子拯救的，她是自救的，仅此而已，不会再越界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合家欢形象，让迪士尼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大的接受度。但这种定位的代价是创意边界的限制，咱就不可能指望在迪士尼的世界里看到类似《权力的游戏》或《纸牌屋》这么尺度炸裂的作品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正如你家虽然有 4K 巨幕电视，你也不可能和一家老小吃着爆米花一起享受大屏幕看全游的快乐。迪士尼的内容公式建立在人类最底层的普世情感上，对爱的渴望，对正义的向往，对美好结局的期待，对家庭的重视等等。但你听听这些话，光是拿嘴说出来，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感觉到无聊了？因为经典和老套之间几乎就是一线之隔，普世和平庸之间有时候就差一口气儿。啊，不对，应该是3口气。顶级的创意、强大的资本和极致的执行，他们3个但凡少一个都搞不成事儿。有创意的没资本，那就是小众艺术；有资本的没创意，那就是精致烂片儿；有资本有创意但执行掉链子，那就是空有一个牛逼的 PPT， 做的永远不如吹的强。当然，我们的哪吒似乎破除了这个铁三角，似乎并没有强大的资本，那自然就需要有更加极致的创意和更加极致的执行。而迪士尼的幸运就是在自己还谈不上多有钱的时候，他们已经拥有了华特的天才创意和疯狂的赌上一切的执行力。那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纵观迪士尼的100年发展史，它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历史机遇的独特性。在电影、电视、主题公园、流媒体等等每一个新媒介出现的关键时期，迪士尼都成功抓住了机会，并建立了先发优势。这种时代机会，它就只会出现在时代的特定时刻。那些在市场已经又成熟又饱和了才开始创业的选手，注定很难再建立类似的影响力。比如，你不可能再拍出第2部《七船威力》；比如，你的电影宇宙哪怕只比漫威逊色一点点，就只能永远屈居在前辈的光环之下。迪士尼建立的文化影响力具有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随着品牌影响力的扩大，获得优质资源能力也在增强。这种正向循环会让竞争对手越来越难以超越。过去100年里，无数公司曾经试图成为下一个迪士尼，但我们的世界至今有且只有一个迪士尼。好，感谢你陪我看到这里，欢迎弹幕评论提出你的看法，我会认真看的。消费不止，金钱不眠，我们下次见。